合双打接发球站位到底有哪些基本战术？网前队员在封网时是否有规律可循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肖杰教练手到病除。我是姐姐，他是我弟弟，我今年47岁，他43岁。那么我们俩在一起配合也有3、4年的时间了。我们俩在这个实际配合当中呢，确实也碰到很多配合当中的问题，经常发生一些争执，有时候甚至呢不愉快，俩人还都互相就不说话了。所以今天的话呢，我们也是带着问题来，让老师给指点指点。对对对。哎，好，停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2个问题特别突出的，就是混合双打女子选手啊，一定要在网前，要尽量的抢网前，为男选手创造后场进攻的机会。刚才呢，你们在打的过程当中啊，网前全空出来了，从哪开始呢？从接发球开始，就不对了。接发球的时候，你站在这个位置，太后了。你站在这儿接发球，那么大的空档露出来。双打的特点就是要平、要快、要尽可能的要抢网。女方接的时候，你要大胆的要比单打要前半步，并且你的手啊大胆的要抬起来。为什么要搁在这个位置呢？你很快，球来了你很快。如果你的手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对方的发球过来，你还要拉起来，太慢了，太大。重心要提起来。那么这个位置你看啊，你接，如果他发这个地方，你蹬一步，对。如果呢他发那个位置，他要经过你的头顶，你也可以不怕。那么接这个球呢，这一点的球呢，你也很快。女选手站在这个地方接发球，那男选手呢，你应该站在哪里呢？这个位置。如果他站那个位置。对。你能很快的你就抢上去，然后如果发后场球，你跳一步你就可以到后场。平常就是习惯于呢，摔得稍微靠后一点，因为怕如果发后边的球，怕退不过来。你能退过来？你看你站在这，你来比划一下，一个垫步，你不就到这了？你一起跳，你试试。走。对。一般情况下不这样子，不这样子啊，你不用找，你斜着跳，你看你这样打球你不简单了，对，你不用再去转体。你判断他球一过网，你要尽量的争取高点，把球往下走。即便他的发球质量很好，擦网而过的话，你也要尽可能的高，你的接发球才可以比较积极主动。那么担心没有他们这个能力，你跳不过去后场球，那你可以折中一下，你可以往后撤半步，但是也不能站到你这个那么后，那个太消极了。右场区你站这个位置，那么左场区的时候，你要站哪个位置？你是不是应该站这个位置或者哪个位置？你觉得应该站在哪？我觉得是那个中场偏左一点这个位置。你中场偏左一点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档了，正手。因为什么呢？反而你在左场区，你应该站在场地的中间。为什么？他的
发球是从这个角度过来的，他打你的这个斜线的这个角，他要经过你的人，他要过你的人啊，你可以给他拦击。而你如果要站得太靠左边的话，你这一点恰巧是个空档。场地的中间偏前一点，这个位置抬着手做好准备。你接发球的时候，左脚身体的重心全部在左脚上。如果是前场球，你靠右脚蹬地，去往前蹬步，连蹬带跳的一个跳步，你看就接着球了。那么如果是来球在后场呢，你用左脚蹬地，你看往后撤，起跳，就接着了。左铲右铲都是这脚步。你们的优势应该是男选手在后场进攻，女选手在往前，为男选手创造机会。那么，对方呢要破你们，他肯定会把女选手吊在后场。像刚才有一个球，把女选手吊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你当时呢，你怎么想法？但是我的想法就应该，我那么觉得，他应该是。你又要顾后面，又不太敢往前跑。如果你往前跑，你觉得不对，应该是前场应该是女选手负责，所以他不好办，又不能不顾前面，还必须要顾到后面。因此这种情况你怎么样处理呢？对方发一个球，发在这个位置，那么女选手退后接球。男选手呢，在这个位置，你刚刚说了你不好处理，你在这不知道是要顾这呢，还是要顾前场，对不对？出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。那么这种情况，你从这接了这个球呢，你要迅速的你散到这个梯形的位置，基本位置。那么那个老胡呢就到中场这个位置，就形成了一个前后站位的进攻的队形。反过来，他把你吊在这个位置，你往这一边散到梯形部位。那男选手呢，从这边相应的又转过去，转到后场。如果说男选手在接这个发球的时候，两个选手，男选手跟女选手站位应该怎么？好，来，我告诉你啊。你的右脚要在这，大概在这个地方。他接了小球，他就要退，然后你马上就得移过来这。那么他要是到后场的话，你更是要立马你要站在这个抢中间这个梯形位置。那么老胡，你到这边来，他在这边接的时候，你女选手的位置呢就在这儿。对了，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接发球，你可以把右脚搁在前面倒过来，因为现在是他在接球，对，你准备着，因为那个距离离你最远啊，你要便于你往那个方向移动，对，因此呢，你把右脚搁在前面，这样会比较顺一点。我们两个有时候就是思想不统一。为什么？我跟他说，你应该尽量压到前面去，把位置转过来。这不是矛盾，
因为这个问题是原来呢，偶尔他体力不太好，状态不太好的时候，我觉得人家老打他2次，他不过来，我想你要帮他一下，对，帮他。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呢？实际效果，他们的战术目的就是要把女子要吊在。你一到后头他就乐了。对呀。对方就巴不得。所以你要破他，你怎么样破呢？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方法。来回的过程当中很快哦。对。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，你就失去了。打之前就这想法，你要打你被压到了不用怕，然后你掉一个往前，马上就往前走。你就不要管，把那个位置空出来，马上我就你一动的话，他马上你往前冲，他肯定就要往后撤。对，你们俩始终要均匀的要在场地上。如果说你打完站那不动，我就只能站在这儿。他就不好动，他不好不知道要移前还是要到后场。行，好，这个我们俩一直老在说。是吧？这次给明确了，必须得这样一个基本的。就得老师说了才能明确。基本的理论。好，行。对手过来的球一定要是在你们的空档，他老打你俩的空档，你俩的结合部位中场或者前场，他不会把球送在你手上，这一点是肯定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告诉你，那么男选手在后场进攻的时候，你在前面，通常呢只有几种比较常见的方法，记住简单的2条。你站在中间这个地方，你的同伴男选手从这个地方，如果他打对角线进攻的时候，你的站位你不能等在这儿，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同伴再回这个位置，男选手角度比较小，他可以联系，那么你要往这一边移一点，你要准备他打这个空档，你要来这封堵这边的球，这个是一种情况。如果你男选手从这个位置，他打直线球。那么你的站位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偏左。不应该偏左。当他攻直线的时候，你要死死记住，他因为直线球通常质量比较高的时候，他很难回斜线球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封直线。封直线。对。相反的，他从这个位置。攻直线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我也是。你在这要拼。对。你要他这个方向，把注意力放在对方回直线的位置。因为他直线进攻，如果进攻的很边的话，边线这个位置角度很好，你想他打这边对角线，困难，几率很小。那么你要往这边移，你要注意封堵直线球。那么当你的男选手往这个位置打对角线的时候。你呢？不要往右。你要往对，注意往右走。你始终抓住一点，你要去封堵你的对手出直线球的那一点上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明白。这个我们叫你要有预见性，你要有意识的、提前的做出一个预计的可能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他的来球真是这样，你会很快。双打就是要不停的轮转，不停的转，不停的补位，相互要补。作为女选手，你要相信你的同伴，他的能力。就这句话我说过他无数次。我俩交流当中他就说，你对我不信任。是相互弥补、相互配合、相互补台，就会非常默契了。是，这叫默契了。对。